烹饪美食的人叫做老肥，他是一名成功的大厨，虽然是个大胖子，但切起菜来却很灵活。他热爱美食，享受烹饪给他带来的乐趣。可以说，在他的人生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饭了。可他也是一个失败的丈夫和父亲，因为痴迷于做菜，前妻和他离了婚，还带走了儿子的抚养权。于是乎，老肥每个星期只能和儿子见一次面，每次还只有几个小时，搞得他只能给儿子做一些简单快速的三明治吃。但即使是最普通的三明治，在经过老肥的双手制作后，也会变成5星级的美味。不信你听这咬上去的口感。再看看这拉丝儿，一个字儿绝了。送走儿子后，老肥回到了餐厅。在今晚，他要迎接一个挑战。一位粉丝众多的美食博主老喷在网上公开宣布自己会来品尝老肥的手艺。要说不紧张那是骗人，但老肥也做好了十足的准备，从原料到菜式全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他还研究出了一套全新的菜品，相信无论是多挑剔的食客，也会被自己的美食所捕获。很快老喷就要到来了，后厨也在老肥的调度下有条不紊地忙活起来。但就在这时，前台的寡姐找到了老肥，她说餐厅老板来了，要求你不许做新菜，赶紧换成以往的菜品。原来老板是个保守派，他想稳稳当当的伺候好老喷，因为他对菜品的评价直接影响到餐厅的生意，所以已经备受好评的老菜式比新开发的菜品更能让自己放心。但身为大厨的老肥也有着自己的坚持，不过说到底他只是个打工的，面对老板的安排他只能照做。于是这晚的菜品依旧是老样子。下班后大家来到了一家酒吧聚会，只有老肥心不在焉的时刻拿着手机等待老喷发出对菜品的评价。终于文章出现了，但里面的内容却让每个人都替老肥捏了把汗。 His dramatic weight gain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he must be eating all the food sent back to the kitchen. 老喷化身键盘侠，对毫无新意的菜品大失所望，甚至还粗鲁地攻击老肥的身材，这让老肥倍感难过。好在伤心时他还有一个红颜知己，寡姐对他说，没有人比你做的菜还好吃了，在我心里你就是最棒的厨师。说话间眼波流转，老肥也似乎感到了寡姐若有若无的撩拨，于是他立刻带着美人回到家中，把她安置在床上，然后亲手给她做了一份意大利面。这波操作可以的，妥妥的直男无疑了。摆好造型的寡姐也没感觉到尴尬，甚至还看老肥看得入迷了。毕竟老话说，认真的男人最帅，况且眼前的男人他还是个厨师。而回到家后，老肥对寡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尝尝我的面条好不好吃。但老肥对于老喷的评论还是感到耿耿于怀，于是他连夜赶回了餐厅，没靠任何人的帮助，一个人开始烹饪起事先准备好的新菜品。菜品一共有好几道，其中不乏有费时费力的硬菜，所以当老肥全部做好后，天都已经蒙蒙亮了。不过他并没有感觉到疲惫，反而有着一股强劲的兴奋。等到同事上班后，老肥立刻让他品尝新菜，同事惊讶了，他们都赞不绝口，直言这份菜单一定能征服老喷。但两人嘴里有个大嘴巴，他对老肥说，伙计，我就知道你能行，所以不要让老喷的视频把你击垮了。老肥一听，什么打字吗？自己还不够，还出上视频了。于是不善网络的他找到了儿子，让他帮自己注册了一个账号，看看老喷又说了啥。没成想老喷不仅是个键盘侠，看来还想当嘻哈侠。第一次起来人呢是一套一套的，气不过的老肥当即留言回怼，即便把美食端到你面前，你也不会认识的。这句话虽然没有脏字，但对于美食博主而言可谓是杀人诛心。所以在老肥离开后，关于这段话的评论也越来越多，直到第二天的早上，儿子在上网时惊讶地发现老肥和老喷双双上了热搜，因为老喷也进行了回击，而这次的用词造句更加毒舌。 At Chef Carl Casper, I would rather have you sit on my face after a brisk walk on a warm day than suffer through that fucking lava cake again. 愤怒的老肥想要再次回怼，于是在同事们的支持下，他在网上下了战术，决定约老喷再来品尝一次，而这次自己会做新的菜品。到了约定的那天，餐厅的位子被全部订满，好奇的大家都想看看美食博主和知名主厨会擦出怎样的火花。然而赌上了职业生涯，只为了挽回尊严的老肥却再次败给了愚笨的老板手中。老板对老肥下达了2个命令：第一，今晚必须还要用旧菜单；第二，无论结果如何，你都要在网上公开对
对老彭道歉。老肥听得气儿不打一处来，刚想要反驳几句，却被老板拿工资做要挟。最终老肥选择了辞职。不过他虽然放弃了工作，但他不会放弃厨师这个职业。他回到了家中，决定一个人烹饪新菜。可是就在他埋头苦干的时候，老彭来到了餐厅，在看见眼前一如往日的菜品后，老彭感觉自己被耍了。老板出面想用一瓶好酒贿赂他，让他在网上替自己的餐厅美言几句，但老彭拒绝了，甚至他还当场拍下了菜品的图片，在网上发帖留言，这个厨师完蛋了，而他最大的缺点就是自大和不专业。这边的老肥在看到这条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回了餐厅，于是一场虚拟网络上的冲突终于演变成了现实世界里的一场闹剧。老肥情绪失控，对着老彭就是一顿狂喷。这一刻他抛弃了地位和形象，变成了一个粗鄙野蛮的流氓，而他的所作所为也正被一旁的观众现场直播。老肥的名声彻底臭了，没有哪个餐厅会请他来担任主厨。之后前妻找到了他，说服他陪自己和儿子去旅游散心。三人很快来到了迈阿密，并吃了当地著名的古巴三明治。在吃饭时，前妻对老肥说，其实你做过那么多的菜，但我和儿子最喜欢的还是你早上做的三明治。这句话点醒了老肥，其实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个开流动餐车的念头。于是为了拉赞助，他去找土豪朋友老冈借钱。老冈为人乖张，在得知老肥的困境后，竟然还出言嘲讽，但他最后还是答应了给老肥提供一辆餐车，可车却是这个熊样呢。车很破，但至少还能动，儿子也主动加入，帮助老肥一同清洗餐车。不过打扫工作结束后，父子俩却为如何把沉重的厨具抬到车上犯了难。就在这时，昔日的同事老铁来帮忙了。老铁操着一口熟练的西班牙语，招来了附近的工人帮忙。而作为报答，老肥为他们做了美味的三明治：腌制过的牛排、秘制的酱料、厚厚的培根、酥软的面包。这一切都让壮汉们赞不绝口。很快，在人流的效应下，他们吸引来了真正的食客。即使在炎热的午后，餐车前也排起了长队，从早到晚整整忙活了一天。虽然累，但也给了他们很大的信心。第二天，老铁把餐车重新进行了装修，儿子也成功说服了母亲。两大一小三个人准备开着餐车从迈阿密一路回到故乡。沿途他们会在经过的城市摆摊卖三明治。第一站，他们来到了海边城市，很快餐厅就被围得水泄不通。动静之大还引来了城管，不过城管也被美食征服了，还主动找老肥照了合照。接下来餐车不停，旅途继续前进。儿子还用手机把他们的旅行上传到了网上，包括他们的路线和停留的城市。下一站新奥尔良。作为一个厨师，来到一个新的城市，首先要做的一定是去品尝当地的美食。最好的选择并不是装修豪华的酒楼，而是有人排队的路边小摊。可当父子俩回来后，却被老铁严厉的批评了一顿。什么情况？老铁指向餐车，叫他们自己去看。原来就在他们离开的这一小会儿功夫，餐车旁就排起了长队。大家都在翘首以盼他们的美味三明治，而老铁的生气也是假装的，他开心还来不及呢，还等什么？开始干活吧！可在这时，儿子跑来邀功了，说这些人都是在网上阅读了自己的消息才来的。看见儿子的照片，两个大人被震撼到了，因为他拍的照片真的很有感染力，这份功劳可是大大的呀！老肥对此倍感骄傲，他每卖出一份三明治，都会对顾客说上一句。就这样，在儿子的拍摄下，三人一车爆红网络，甚至于在他们到达德州时，还被一个网友请客吃烤肉。这位网友可不简单，他烤的牛肉堪称一绝，鲜美多汁，外焦里嫩，爷俩尝过都说好，那就用它做三明治吧。事实证明，老肥的选择 very good， 慕名而来的人更多了，一眼看去望不到边，光靠3个男人已经忙活不过来了，于是前妻大花也来帮忙。而这种有事做、有人陪、被人爱、被期待的感觉，也让老肥打心里往外的开心。这天晚上，老彭来了，这次他没有喷人，他是来谈合作的。老彭说自己盘下了一条美食街，邀请老肥来这里开餐厅，并奉上了自己真诚的道歉。没有人会和钱过不去，于是在6个月后，老肥的新餐厅开业了。他是大厨，也是老板，没有人能再强迫他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菜了。而他也再次收获了爱情和亲情，电影也至此结束。落魄大厨开餐车，完成自我救赎。这部电影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很简单也很温情。痴迷于烹饪，让老肥失去了家庭和亲情，可最后助他成功逆袭的，也正是前妻的建议和儿子的陪伴。最关键的是，一份平平无奇的三明治，在有了爱的添加后，变得诱人可口。所以说，唯美食与爱最不可辜负。那么问题来了，你的爸妈做饭好吃吗？